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中美两军的交流停摆，一线美军呢只能自求多福。前不久，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上将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中国呢一直没有回应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请求，让中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负责人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中国呢，并不排斥或者是拒绝在两军的战区指挥机关之间进行直接的沟通，这是防范两军因为误判而发生擦枪走火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已经举行了10多轮军长级的会谈，有效防止了边境局势的恶化。所以呢，中国并不是不愿意接受战区指挥官直接沟通这种模式，而是不愿意做无用功而已。阿奎利诺司令呢，希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热线联系的愿望，我们当然是非常理解的。因为美军日复一日的在中国周边进行挑衅或侦察活动，特别是在南海不断的冲闯我岛屿领海区域，这是极度危险的。我可以说，美军决策层这么干，完全是拿美军基层官兵的生命在开玩笑。在中国沿海周边，美军的舰机一旦被击沉击落，或者是出现意外，官兵将很难被搜救起来。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EP3上面的24名美军人员能够活命，那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当时 EP3就算是被王伟的长机开炮击落，美军也只能是干瞪眼。现在中美两军在西太平洋基本上找不到合作的动因，有的只是对抗和互相防范，根本原因源于美国的霸权和霸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你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多个军事基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对中国进行侦察、监视和挑衅。中国并没有到你美国东西海岸去窥探、去挑衅哦，是美国有意将台湾问题复杂化，公然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破坏，并不是中国对美国的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关岛进行分离活动啊。美军之所以要与中国军方建立联系，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在中国周边频繁的军事挑衅活动，迟早要栽跟头，迟早要有求于中国。特别是一旦两军交火，美军的伤亡和搜救那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解放军的允许和协助，美军就要吃大亏。在美国国内，共和党、民主党争相把反华立场强硬作为自己的卖点，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中美关系。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购买自己的国债，另一方面又制裁中国的各类企业，一方面希望大量进口中国产品来平抑美国国内的通胀问题，另一方面呢，却一直在征收惩罚性的关税。这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断绝了中美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视线，疯狂的炒作气球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取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计划，这是在外交层面断绝了中美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可能性。中美两军的军事交流停摆，源于去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从那以后，美军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是更加的猖獗，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更加的露骨。其实不要说中美两军的战区之间，就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现在都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举行了多次视频会谈，在20国集团峰会上还举行了面对面的谈话。美国领导人当面答应很好，背后却是对两国关系的毁损不管不顾，一如既往的践踏破坏。双方领导人达成了一些共识，根本就没有落实。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美国决策层不改变其疯狂反华的战略，中美两军之间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那在一线执行任务的美军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